这男人得到一本绝世秘籍九玄真功，这部秘籍一共拥有9重，他仅仅练到第8重就能将水变成冰，可见此功法当真阴寒至极。当今武林唯有这个男子可与之一战。他无门派，无师承，归一点绝世高人。那么他能打得过无敌的冷天雷吗？这个恶霸高手名叫冷天雷，凭着练成了九玄真功的第8重，成为当今江湖上邪派第1高手。他勾结当朝相爷建立了天雷帮，为敛财聚集中原10大黑道帮会头领，建立了让人闻风丧胆的恶霸组织。天雷帮行事丧尽天良，无恶不作，因此引得以慕容帮为首的名门正派纷纷抱团成立帮会，以抵御天雷帮。两方相抗，引得江湖之中动荡不安。因此惊到了隐居山林的世外高人。为了江湖正义，他让弟子孟非下山，用他所学去匡扶正义，惩奸除恶。孟非自小跟着师傅在深山习武，心思虽然单纯，但是武艺却是顶呱呱。师傅试了试他的身手之后，便放心的让他下山去闯荡江湖去了。就这样，孟非领了师命下山了。说来也巧，下山的第1天，孟非就听到2个樵夫在议论天雷帮，说他们作恶多端，四处强抢民女。孟非一听，把天雷帮记在了心里。继续赶路的孟非肚子饿，却囊中羞涩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可怜巴巴地以水充饥。此时过来一年轻女子要替他付钱，饿极了的孟非这才吃上了饱饭。这时天雷帮的人正好也来打这里，他们要抓刚才那名女子去天雷帮。孟非此时出手拦着了天雷帮的人，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，这不就是了吗？有人自己送上门来，让他惩奸除恶。孟非觉得这 KPI 完成的太爽了。年轻女子过来感谢他的帮忙，孟非少侠的身份第1次得到认可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还被奖励了一只烧鸡。就当孟非在树上啃得正起劲时，一个英气十足的女子骑着马路过，却被埋伏天雷帮的小喽啰们暗算。眼看女子就要被他们给带回天雷帮，孟非瞬间从天而降，打算再冲破业绩，将天雷帮的小喽啰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以他的武功教育，这群人轻而易举，几招就逼退了天雷帮的这群打手。此时被绑的女子却给了孟非一巴掌，她嫌弃孟非破坏了自己的好事。女子叫李赛南，有一身不弱的武艺。孟非头一次听说仗义救人也有错，可是人家不领情，他只能丧气的离开。天黑后，没有钱的孟非想投宿客栈，恰巧遇上了也在此处的李赛南。他替孟非付钱，让他可以去马房睡。可是这马房的卫生实在是堪忧，于是他便到李赛南的阳台上歇息。半夜，天雷帮的小喽啰找到客栈里来，他们往李赛南房间里放了迷烟，然后趁机将李赛南装进口袋带走。只是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条尾巴。此时相爷手下韩总管深夜到访，询问冷天雷为何还没有铲除慕容帮。冷天雷却对韩总管道出一段往事。20年前，李家堡堡主从海外得到2卷阴级九玄武功秘籍九玄真功，冷天雷便带着妻子去抢夺这秘籍，练成此功可天下无敌，怎么能给他们？很快，李家堡堡主的妻子被他们杀害，李家堡堡主自然也没能幸免于难。此时，堡主弟弟出现，杀人抢回秘籍，冷天雷便与他进行了一番死战。就在他赢了，想要抢回秘籍的时候，慕容门掌门和其丈夫此刻正好赶来。冷天雷一个人根本不是2人对手，只好拿着秘籍先溜了。冷天雷襁褓里的女儿却被他给落下了，然后被慕容门的掌门人夫妇收养。他也是最近才知道女儿原来还活着，所以才会派人抓慕容门年轻女子，想找回失散20年的女儿，父女团圆。阴级九玄真功上卷是武艺精华，下卷则是解毒之法。而奇怪的是，拥有下卷的李家人却一直销声匿迹。原来李赛南就是李家堡的后人，就是因为得知冷天雷正在寻找女儿，想着借此机会混进天雷帮报仇。爱管闲事的孟非此时也到了地牢，躲过了层层暗箭的孟非到了终点，终于胁迫牢头让他打开了牢门。却被听到动静的李赛南用飞镖误伤，镖上有毒。孟非逼李赛南交出解药。此时冷天雷也赶来这里查验女儿了，谁知李赛南直接就报上了名号。冷天雷一听找不到的竟然送上了门，然后2人直接就冲着对方下死手。李赛南心知不是他的对手，赶紧溜了。回到客栈的李赛南生气责怪孟非，他的报仇大计全被孟非给搅和了，而这个飞镖也是为冷天雷而准备的。眼见孟非就要支撑不住毒素侵蚀，李赛南也于心不忍起来，让孟非答应帮他杀冷天雷，给他解药。解药吃下去，孟非运功很快恢复如初。可是他心中有气，不打算再理李赛南，毕竟他3番4次想帮李赛南，没讨得好，反被他威胁才给解药。然后他骑走了李赛南的马匹，想赶去慕容门去给他们报个信，告诉他们冷天雷和朝廷的剿灭计划。此时慕容门创派掌门已经仙逝，她的丈夫连汉风也已隐退江湖。孟非前来报信，他们却不由分说阻拦，没办法，他们就只能从山脚打上来了。
然后木龙门现任掌门并不以为然，但孟非说出来意，并且愿意帮助他们，但是却被掌门给鄙视了，竟看不上他。此时冷天雷带着杀手到了这里，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剿灭木龙门。木龙门现任掌门无奈，只能上前应战，只是他刚一动手，几招之间颓势尽显，很快便被冷天雷一拳打倒在地。冷天雷盯着女弟子出神的看，穆婉儿此女跟他的妻子十分相像，冷天雷确信穆婉儿就是自己的女儿。婉儿不肯相信这是真的。这时随着一声轻喝，林汉风突然来到。冷天雷正想着清算一下旧日恩怨，然后这两位高手开始了空中大作战。只见招式招招凌厉，格挡间杀机尽显，最后二人比拼内力，打了个平手。冷天雷放下狠话说他还会再来的。等冷天雷走后，林汉风却倒了下来，他刚才拼尽全力，已经武功全废了。此时掌门决定将穆婉儿逐出师门。孟非觉得掌门的决定根本没有脑子，可是刚愎自用的掌门心意已决，穆婉儿心酸哀伤，只能孤身离开。孟非心里怜惜他，一路陪着他下山。谁知李赛南却跟了上来，一路纠缠，非得逼着孟非履行之前答应的事情。穆婉儿匆匆告别两人，独自离开。没走多久，竟被冷天雷的手下埋伏，几张大网撒下来，人也被带走了。幸亏有个樵夫看到，告诉给了孟非，得知是婉儿，当即扔下李赛南走了。穆婉儿这边却是不愿认贼作父的，还劝冷天雷改邪归正，别再作恶。就在冷天雷恼羞成怒要废掉婉儿时，爱管闲事的孟非却又及时的出现了，气急败坏的冷天雷和孟非打作一团。冷天雷使出九玄真功，此功非常凌厉，不知情的孟非竟敢与冷天雷对仗。李赛南趁机用毒镖打向冷天雷，冷天雷此时运转功力，将毒镖给弹飞。他九玄真功已练至第8重，金刚不坏。李赛南心知打不过，扔出烟雾弹开溜。穆婉儿则是趁机带孟非逃脱，谁知九玄真功实在是太过于霸道，孟非身受寒阴之毒，转眼危在旦夕。只有九玄真功下旋，才有解毒之法。李赛南身为李家堡唯一的后人，自然是懂得九玄真功的解救之法。他二话不说就帮孟非施针解毒，还提出让孟非帮助自己杀了冷天雷。穆婉儿不愿父女之间生死相见，决定退出江湖，去为恩师守墓1年。不久，李赛南带孟非来找李二叔，谁知竟被天雷帮的人跟踪而来。既然跟到这里来，那就都别打算走了。李赛南手上功夫着实是不弱，二人合力，最终一个活口都没有留。几句尾巴，二人朝着地堡里走去。不料孟非刚一进门就被机关困住，李二叔不愿地堡泄露，坚持要杀他。李赛南只好向二叔谎称两人是夫妻，二叔这才同意放过孟非。两人背地里谈论婉儿和冷天雷父女，被二叔给偷听到了。二叔报仇心切，逼迫赛南去毒杀婉儿。但面对婉儿时，李赛南却不忍心下手，他逼着穆婉儿拔剑，与他决一死战。两个人心中皆无杀意，又怎么能行？这二人都是命运的棋子，身不由己。婉儿细心体贴，为了不让李赛南难做，婉儿主动向二叔道歉，求他放过赛南。二叔非要将他杀掉。李赛南苦苦求情，二叔想了想，爽快同意，提出一个条件，要冷天雷到李家灵堂前磕上3个头，两家的血海深仇就一笔勾销。他还愿意免费赠送九玄真功的下卷。得知消息后，冷天雷马上爽快答应。很快，各怀鬼胎的二人在地堡会面。原来二叔早就设计好了机关，然而冷天雷却早有防备，躲过机关。他已经在外面埋伏了人，要斩草除根。两人恨得牙痒，撕破了脸，展开较量。可二叔并不是冷天雷的对手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二叔含恨而亡，而冷天雷也还是中了李家的暗器。而九玄真功的罩门就在被刺的地方，但这样也不妨碍冷天雷可以杀他。外面天雷帮和木龙门已经打作一团，韩总管的武功竟与孟非不相上下，但是棋差一着，最终死于孟非的剑下。李赛南在冷天雷攻势下苦苦支撑，见此情形，孟非急忙上前去支援他。没想冷天雷被击中罩门还这么能打，集二人之力竟然也拿不下冷天雷。一番苦战下来，冷天雷将两人打飞，可他自己却因重伤后运动过度，跌跌撞撞，魔性大发，已经产生幻觉。一阵疯疯癫癫过后，冷天雷倒了下来。此时穆婉儿因身中毒镖，奄奄一息。孟非责问李赛南向他索要解药，没想到李赛南却提出一个条件，要嫁给孟非，并且马上拜堂成亲。就这样，身穿喜服的李赛南将九玄真功和解药一并交给了孟非，而他自己因伤重无治，香消玉殒。孟非将九玄真经焚毁于他的坟前，而后告别穆婉儿，重回深山。这部游侠情上映于1984年，84年的动作戏有很多个今天都难以实现的拍摄手法，摄影组太强了。剧情来自梁羽生的经典武侠小说《云海玉公园》，连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没怎么改，武打设计有模有样，就是空中镜头太多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